好，我们开始了啊。我们今天这个画一个四尺，还是四尺整张的啊？四尺整张生宣。我们先有个小小的草稿啊，先起个小的草稿。我们今天的构图是，束缚的三段式构图。你看啊，近、中、远，哎，三段式的构图。用到的皴法呢，我们今天用到皴法是以斧劈皴为主的，哎，以斧劈皴为主。我昨天呢画的那个是以披麻皴为主，今天我们画一下啊，以斧劈皴为主的。哎，我们也是先起了草稿以后，哎，简单的构完图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稿放大成四尺整张，哎，放大成四尺整张的。也是啊，画的时候先调墨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调墨，把笔洗干净以后，笔尖，哎，笔尖去调墨，不要说把整个这个毛笔你在这个墨盘这去调啊，笔尖去调一点。你看调好了以后，也是啊，由近景的部分开始画起，哎，近景的部分开始画起。你看啊，比如说前面的这块近景的是一块大的山石，哎，先什么？先把它的轮廓勾出来，对不对？先把它的山石外轮廓，你看，哎，先勾出来，先勾出它的大致外轮廓。它这个画我们斧劈皴，对不对？和画蓖麻皴不同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它的外轮廓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比较方硬，是不是比较方硬？你看勾完以后，根据外轮廓，我们去皴擦它的山石结构。斧劈皴，你看就是侧锋下来，看这样啊，哎，侧锋下来，哎，就是说我们常讲的什么斧劈呢，就是和那个什么和斧子在这个山石上，哎，凿出来的那个结构一样。你看啊，过来。它体现什么比较坚硬的那种山石，北方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种山石，哎，简单的啊，你看存出来也是啊，这比较来说啊，这个前面的山石，你看在后面的结构也是，哎，画这种比较见棱见角的这种那个外轮廓，哎，过来下边一个小结构也是啊，斧劈的时候以侧锋为主。大家记住一点，你看啊，都是这个笔呀侧过来，是不是？哎，侧过来向下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啊，向下去存，向下去存，这是近景的，嗯，它也有大结构、小结构，是不是？你看前面这一块啊，哎，我们前面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山石结构，那后边呢就是个小一点的山石结构，它是有大有小这个变化。哎，你看用笔啊，斧劈的用笔要肯定，嗯，哎，冲出它的这个山石这个结构来，哎，这也是什么？哎，也是山石的什么？它这个凹进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也是它山石凹进去的地方。下边是个平台，不是平台啊，下边是个小的这个小土坡，你看过来构出结构，
嗯，对吧？它是个小的小土坡，下边就是什么水面？哎，我们下边是流的是水面，小土坡过来，侧风擦一下它这个结构，嗯，它就是这块啊，我们留白的地方，哎，就是我们的水面。山石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哎，有个小的土坡过来，然后看啊，前面的山石，侧面，哎，再来一块山石，你看，也是啊，先把它的山石轮廓，哎，山石轮廓勾出来，山石轮廓勾出来，你看啊，勾完以后，它的结构，勾完轮廓里边的结构勾出来，皴的时候也是啊，侧锋。你看前面这个结构勾完以后，这后面的结构，看也是按这个结构线向下，哎，向下皴出它的这个山石结构，哎，皴出它的山石结构，看就是前面一个结构，后面一个结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去皴，哎，这是右边的啊，左边也是啊，小山石，哎，小的山石，勾出它的轮廓结构。哎，画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匹马皴呢，都是那种哎比较外形啊圆润一些。画这个虎皮皴的时候，它的外形你看都是比较方正，哎见棱见角的这种结构。嗯，皴的时候，哎分出它的哎块面它也是分出什么？也是能分出三个这个结构来，是不是？你看前面的结构左右是不是？这是前面的结构左右，它也能分出来啊，分出它的十分三面那种结构。后面山石下来，你看它的就是说它的外轮廓，哎，比较方正一些，比较方正一些。皴的时候，哎，过来，你看侧锋是不是？哎，侧锋过来向下。哎，这是斧皮的呢，这个皴法啊，斧皮的这种皴法。小河中的小的石块丰富一下我们的画面。哎，这是近景的部分啊，看近景的山石画完以后啊，小的画一些小的是这个灌木，哎，小的树木，画出枝干来就可以。你看啊，哎，画出它的小枝干，它因为不是我们这个不是以这个树木为主的啊，这个近景的部分，哎，以山石为主，哎，近景的画一个小的这种树木，你看点缀一下，哎就可以。小树枝画完以后，你看啊，用什么？哎，用这种小混点、大混点去点就可以。哎，侧锋点这个叶子的时候，哎，你看啊，用侧锋去点，哎，用侧锋去点，你看它的这个叶子的面积来说，哎，你看比我们这个用这个中锋去点，哎，叶子要大，哎，丰富。点的时候注意什么？哎，浓淡墨的变化，哎，浓淡墨的变化，由浓到淡，
哎，注意它的变化就可以啊，对吧？这是一丛，哎，小树丛。右边的山石，你看，右边的山石也长一点小树木，是吧？这个不用啊。画这种近景的，哎，近景的小树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什么单勾，哎，可以用单勾的啊，就是不用双勾那个树干。你看啊，单勾就可以，简单勾出它的树干的形状。哎，我们树也分什么？哎，单勾、双勾，看，对不对？单勾出树干来，哎，单勾出树干，看，勾完以后，以这个树干哎为基础，我们怎么长叶子啊？也是和左边那个树叶一样，你看侧过来，笔尖侧过来，画的时候也是一组一组去画，也是有树头部分开始，看侧过来，哎，侧过来，一组一组去画啊。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乱啊，不要乱。有树头的开始，你看有树头部分开始画，侧过来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定要有它的这个一组一组的啊，一组的它这个层次变化，一组的层次变化，不要说点的时候啊一个墨色下来，一定要成组的形成一个这个组合，看一组一组的，哎，产生它的浓淡变化，形成一个组合。哎，点的时候，点完以后，这一组完成以后，看，我们再重新调墨，哎，再点一组，看，虽然是这个树是简单，但是它的组合，你看，是不是叶子组合，是不是也丰富啊？也比较丰富。不要说点的时候就是一种墨色，单一的一种墨色去点，你看，也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墨的组合变化，哎，墨的组合变化。本来小的这个，你看画这个小的树木的时候，勾出树干，哎，简单的勾出树干来。我们昨天也画的啊，也讲过这个中景，这个树木怎样去画，哎，简单的勾出树干，然后侧锋是不是？哎，侧锋去点，你看啊，侧锋横过来，把我们的笔，就是说笔锋横过来，哎，由上向下，哎，由上向下，这样去点，表现这个小树丛的时候啊，这是常用的一种哎表现手法，是不是？哎，画中景的树层、小树丛、远景的小树丛，都用了这种表现方法。嗯，哎，它的墨色变化，对不对？由浓到淡，哎，由深到浅，哎，由浓到淡，由深到浅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究的啊，墨韵，哎，墨的层次变化，哎，下来，哎，有深有浅。后面再来一颗，破一下，它的太均匀，是不是？哎，太均匀的话，我们用一个淡的墨色画一个稍微高一点的，哎，破一下它这个构图。
稍破一下。后面看啊，空白的地方是我们需要安排点景的地方。我们构图的时候都要想到，哎，我这个地方安排什么，是不是？哎，开始画的时候心里一样，哎，想到安排什么，像这个房屋啊，还是亭子啊？哎，我们构图的时候先要想到啊，安排出位置来，留出位置来。看，画了个简单的啊，小房子。先画什么呀？哎，先画它的房顶。哎，先画房顶，把房基画出来，侧面结构是不是？哎，房顶画出来，前面正面的结构勾出来，下面的结构，看，简单的啊，哎，这是简单的房屋结构，勾出来，后面再来一个，来，还是按这个结构去画，哎，还按这个结构去画，再来一个，再画一层。这里画完以后啊，这是我们点景的房屋，哎，点景的房屋，后边穿插一个啊，上来一个高一点的树，哎，穿插过来。点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前面这个以这个圆点为主的啊，点印的话，后面稍微变一变，哎，稍微变一变，嗯，可以画什么？哎，以横点为主的小树木，点一点。点横点的时候，就和我们这个树形是不是用笔一样？哎，这个就和他们那个用笔一样，下来由浓到淡，哎，它的墨色变化，你看和这个交叉的时候，注意什么呀？你看啊，我们树头的部分墨稍微重一点，对不对？要向下，墨色越淡，哎，和前面树交叉的地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的树头的部分是重墨，你看这个树头的部分也是重墨，到下面的时候，接近靠近树的穿插的时候，接近的时候，哎，你看用淡墨把它的前后关系，哎，表现出来。一定要注意我们墨的这种对比啊，对比变化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你看是不是？这前面的墨重，后面的什么就是近实远虚，常讲的近实远虚。我们后边哎，近景的部分，哎，这是近景部分啊，中景，哎，中景以什么小的这个景物为主啊，中景过来一个小山坡啊，小山坡过来。虽然是我们说的啊，我们构图刚才讲这个三段式构图，但它不是分开的，它也不是分开的，是什么？要有连接。比如说啊，景物没有连接，但是有什么？有云或者水，哎，就把它的景物这样衔接起来，哎，景物去衔接起来。你看啊，我们中间，哎，小土坡，看过来，哎，看它和树，对吧？也是有衔接的。它的景物虽然是中景，
对吧？近景、中景、远景是3段式的，但是它也有这个景物的气的衔接，哎，气的衔接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哎，你看让它这个小山峰，哎，与我们近景的树体连接在一起，哎，连接在一起，不是说就是整个它这个画面断开啊，不是那样的，哎，它有这个景物去衔接在一起啊。勾完轮廓结构，勾完以后啊，你看皴的时候侧锋，哎，向下，也是皴的时候结构线，对不对？轮廓线、结构线，你看啊，皴的位置，在这个结构线、轮廓线的后边，对不对？哎，皴的时候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位置，皴的位置在哪儿？哎，这个位置，哎，掌握这个规律啊，掌握它这个位置规律。哎，和我们匹马皴，哎，匹马皴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？哎，我们掌握它的皴的这个位置，还有它的规律，掌握住。哎，不同的构图，哎，遇到不同的构图，我们可以，哎，就用这个方法，你去处理。哎，下边虚下来，你看，下边虚下来。哎，这是中景。哎，近景的，你看啊，画完中景这个啊，我们画一个小桥。哎，常讲什么画面构图啊？遇水架桥，根据什么？根据我们水面的宽窄设计桥面。哎，根据这个水面的宽窄设计桥，你看水面要宽一点，我们就画个什么？哎，画个长一点的这个桥，大一点的桥。你看到这个水面比较窄的时候，哎，画个小桥，对不对？哎，画个小桥，然后画个小的小木桥。哎，过来，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后面这个桥面啊。哎，先画后面的桥面。过来，你看，然后再画前面的这个结构。哎，木板搭建的桥，小桥。哎，看下边，昨天我们画这个桥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桥柱的部分是双钩。你看啊，今天我们变一下啊，用单钩的方法去画。过来，哎，单钩，单钩的时候注意什么？哎，画的桥柱的部分啊，画的稍微粗一点的线，不要太细啊，不要太细，哎，粗一点。看，粗一点啊。你看，你有画的细的话，你支撑不出几个桥面来，是不是？你画的桥柱的时候，一定要画的稍微的单钩的时候，哎，线稍微粗一点，哎，稍微粗一点。待会儿我们再安排这个啊，点景的人物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再安排。下面画啊，你看近景、中景，下边是远处的山峰，远处的山峰也是先什么？我们昨天讲，先定什么？先定它这个山峰的中心位置。哎，先画它山峰的中心位置。你看，哎，先把山峰的中心位置定出来。看，哎，这就是啊，就是远处山峰的中心位置，以这个中心向后延伸山峰的结构。哎，我们画的时候啊，
不管是画这个匹马村啊、折带村还是斧劈村、远山的时候，哎，先把中心的位置定出来，以这个中心，哎，向后延伸它的山势、它山峰的结构，哎，山脉的结构，你看啊，这是中心，哎，先定个中心位置，哎，先定个中心位置，向后延伸它的山峰结构，你看啊，先左，哎，先把左边结构勾出来，再过来向上，你看，哎，它的结构是不是？哎，向上延伸，哎，向上延伸，哎，它的山峰，哎，和我们前面山势一样，哎，比较方正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比较方正的那种山的外轮廓，向上，你看啊，再过来，小结构，它里边不要说都是这个，啊，都是山大结构，它里边也有小结构，结合一下，哎，稍结合一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个中心，我们山峰的中心定好以后，是不是？哎，以这个为中心，向后延伸它的，哎，山峰的结构，一层层向后延伸它的结构。过来，哎，先把这个轮廓勾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先把山峰的轮廓勾出来。哎，勾出来以后，你看啊，山峰的外轮廓里边小结构，哎，勾完以后怎么去村？是不是？哎，勾完了结构线，勾完了轮廓线，怎么去村？看啊，也是按照我们的结构轮廓，哎，我们处理村的这种方向位置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讲了啊，位置都是在什么？在这个轮廓线、结构线的后面，村的位置。哎，就是看我们现在看什么？怎么去用这个村的方向？哎，怎么去村方向？看啊，这个结构向下，哎，向下一村，这也是这个结构线。你看，沿着结构线向下村。哎，心里要明白啊，我们开始村的时候要心里什么？要明白我们的村的用笔的方向。你看，向下，哎，向下去村，对不对？不要说，你看啊，这个为什么说？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结构，哎，分完结构以后，分的结构挺清晰，村的时候就不知道它的这个用笔方向，就容易乱，就是说不知道方向。你看啊，对不对？按我们勾的结构线、轮廓线的方向，哎，向下，哎，向下去村，哎，向下去村，不要说左右去村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下边结构到这里以后，村到哪儿？你看，我们前面知道结构线，村到结构线的后面，它是前后的山石的大结构，对吧？前后的关系，它是大结构。村的时候，你看就要村到这个轮廓线的后面，哎，侧锋，你看啊，是不是？用笔，你看我用笔的时候，这个笔锋是不是一直在侧着用？哎，一定要村在这个地方，
它的村的方向也是向下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向下。哎，它的这个规律也是由上向下啊，由上向下，一层一层的村下来。哎，这样去村，是不是？看它的位置，它的用笔是不是？哎，村到结构线的后边，这是一组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山峰，哎，这个又是一个结构，哎，到后边的结构，你看啊，到后边的结构以后，哎，你看你位置啊，也是存在它的轮廓线的后面，哎，也是存在结构线的后面这个位置，这就是什么？哎，这就是缝隙，山的缝隙。这个呢，你看我们前面山石呢是它凹进去的地方，表现的是凹进去的。山峰的地方就是它的山峰的缝隙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这是哎鼓起来的地方，哎亮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就是什么？山与山之间的缝隙，哎，这个地方就是暗下去。哎，我们村的时候，哎，这就是表现山峰的地方，缝隙的地方。所以说村的时候你要知道，哎，我们表现山的前后关系，哎，是怎样去体现出来的？哎，就靠什么？靠我们这个去村把它体现出来。哎，我们这个中国画山水来说，中国画来说讲的什么？哎，笔墨，对不对？用笔不同的笔法，不同的粗细线条的变化，哎，画出山石的结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墨的浓淡干湿，哎，把山的明暗这个立体，哎，表现出来，是不是？靠的就是哎，一个是线，一个是墨。线是靠什么？哎，靠我们用笔来把它体现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多这个练习这个笔墨上的功夫，哎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笔墨上的功夫。颜色呢，只是一个辅助。在国画来说啊，颜色只是个辅助，用笔用墨是比较重要。你看，哎，它的方向，你看这个结构来说，我村的时候啊，要根据我们不同的山石结构去村。这个时候我就向上，哎，稍微侧一点儿，哎，侧一点去村。这个向下的结构，我们村的时候用笔啊，是不是？也都是向下。村的时候向下去村，你看，也是这个侧面这树的结构，用笔看啊，侧过来向下，你看这样去村，哎，这样去村，向下。还要注意什么？注意看我们这个山的山峰的前后结构，这个地方不要乱啊。村的时候不要说你村的时候是不是村到这前面的结构线上，对吧？不要那样，不要村到前面的结构，一定要村到这个结构线的后面啊。村的时候注意，哎，村到这个结构线的后面，看前后再后边结构，再后边结构，它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去处理，哎，不要乱。你看村的时候，哎，是不是不着急，一点一点的去处理？哎，不能慌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哎，一点一点的把它这个结构就处理出来了。你看，在我们再画不同的，比如再画一个别的构图，我用这个斧劈村怎么去表现？你掌握了，对吧？这个山的这种村法呀、构图啊，它用笔是不是？你再换个别的构图，同样的笔法也能去表现，
也是用我们相同的这种笔法，相同的皴法。哎，前面这一部分，你看啊，侧锋、下下结构，你看皴出来，皴出来。你看它的结构也是，你看前，对吧？前面一个面左右，这也是，你看前面一个结构，对不对？前面一个结构左右，它也是分的三面，是不是？哎，它也是分的三面。那后边也是前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讲的十分三面，哎，它也能体现出来。哎，记住我们的这个山石的这个口诀，对不对？都能运用上，都能运用上。啊，结构不明显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用什么？稍微大一点的墨，啊，稍微大一点的墨，稍加一点。在这边啊，你看到右边部分，哎，让它淡下来，是什么？哎，这就是我们处理的云的地方，哎，云的地方，哎，中间什么靠什么呀？哎，靠云把我们的画面去衔接起来，这就把它衔接起来。你看啊，这块留白的地方，不是说就是留的空白啊，云，对不对？这留的我们云的地方，哎，续下来，那我们可以淡墨，哎，结构不明显的地方，哎，你可以再加一点淡墨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这样它的结构是不是更清晰？这也是我们后边啊，你看完成了画面以后，勾完墨稿以后，哎，你需要加的地方或调整的地方，哎，稍加一点都可以。用小一点的，哎，用小一点的勾线笔啊，我们画一个点景的小人物。看小桥的地方，我们点景人物画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画的小桥留出来它的位置，是不是？哎，先留出小这个画人物的这空白，先把它留出来，画一个小人物啊，比较简单。我们画点景的时候啊，也是这个人物不要画的太复杂，把这个人物的形态，哎，动作画出来就可以。你看啊，小人物，先画什么？先把他的这个头部结构，哎，先画头部结构。你看，小发簪，古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画的啊。画传统画或接近于传统画的时候，哎，都是什么？画这个古装人物，用笔呢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哎，画出来，你看，哎，长袍过来，你看这小结构啊，哎，看，哎，简单的啊，画小人物就可以。可以画个拐杖，这是我们画这个传统画的时候常用的这个电影人物。哎，拄个拐杖过来，哎，这可以。再把看留的空白的地方，我们再把它补充，把小桥再补充上啊。哎，补充上。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小人物画到这个桥上啊，一定要画到桥上。
安排位置要安排对。你怕画不好的话，可以先什么？哎，先拿这个铅笔啊，哎，先画个草稿，先起下草稿。哎，好嘞。你看画完以后，这个点景的人物小乔的部分画完以后，你看他这个小的这个中景的山峰下来啊，中间是云，后面看啊，要补充什么？哎，补充它的这个山脚的部分。你看啊，山脚的部分补充下来，也是用侧锋，哎，和上面呼应一下啊，呼应一下，后边是水，对吧？小河、小溪流，哎，把这水去表现出来，哎，把山脚画一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把山脚画一下，你看这是小溪流过来，是不是经过小桥？这也是啊，到近景的水面，我们画一点什么？画一点水流的啊，水纹儿。昨天就有同学问啊，水纹是不是用那个淡墨还是用重墨？你看啊，用淡墨，哎，用淡墨。你看小桥点景人物，还有我们的什么点景的房屋，都是以什么淡墨为主，用笔呢稍干一点，哎，用笔稍干一点，然后呢淡墨为主，不要画重墨啊，不要用重墨。水纹也是，你看淡墨勾出水纹来，它的水纹就是有中锋，哎，淡墨中锋，就用笔尖这一部分啊，看用笔尖这一部分去勾，看这样勾出来，勾的时候也是靠近什么？哎，靠近这个山石的地方，水纹稍微的密一点，稍微密一点，水面的地方水纹呢稍微少一点，还有这个规律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这点规律。你看靠近水这个山石的地方，还有什么破岸的地方？你看水纹稍微的让它密一点，哎，稍微让它密一点。这个水面宽过的地方，水纹少一点，哎，水纹少一点。到后面，哎，靠近这个小桥的地方也勾一点，也勾一点。这个小人物啊，画的时候，看点景的人物，你要画大一点的人物，可以有什么画点这个眼啊、鼻子什么之类的。哎，小的点景，小人物可以就是画一个这个外轮廓就行啊，不用画的那么太详细。哎，画完以后，你看需要那加深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村的结构可以用什么？不这个明显的地方就加深一下，用淡墨可以擦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都可以擦一下。我们点景的这个房屋下面啊，你看啊，这部分空白的地方，也可以用这个小的灌木遮挡一下，哎，遮挡一下。所以就是画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小房子呀，交代的不是很干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房子它没有打在这个地基上，是不是？哎，悬空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的灌木遮挡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以遮挡一下，把它藏起来，哎，把它房屋藏起来。哎，中景的啊，
正经的小土坡上面，哎，可以画一点小的树木，也是啊，和我们这个侧面这个山峰上的小树木一样啊。哎，稍微的勾一些树干，哎，勾一树干，勾完树干以后，这个点的时候啊，要比前面的树要小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中景了，在距离来说又有变化啊。近大远小，近实远虚。哎，这个基本的这个透视是吧？哎，我们要心里要说要掌握一点，哎，基本的透视关系要掌握一点。有的是就是说画的时候不注意这个前后的这个比例，哎，远处的画的挺大，近处的画的挺小，是不是？它这个你看这空间，对吧？它就推不开，这空间就推不开。所以画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大小的这个变化。比如近景的树，哎，近景的树稍微高一点，哎，稍微高一点，哎，到中景、远景的树啊，你就看它是不是小一点？一看这个就是远近的关系，哎，交代的特别清晰。哎，这个基本上对吧？最基本的我们透视关系也要这个了解一点啊，了解一点。哎，小的灌木，小的树木是不是？哎，一看这就是中景的树，树角平看比近景的树要小。哎，大漠，看啊，远山无村，稍勾一个远山吧。哎，稍勾个远山，把远山勾出来。哎，小山峰，用大漠，哎，勾出个小山峰来。后边的就是用颜色啊，用颜色去处理就可以。哎，这就是今天的啊，哎，墨稿。这是我们今天是腐皮皴啊，我们今天用的是腐皮皴，主要的你看以大腐皮、小腐皮为主。昨天呢，我们构图是以披麻皴，长披麻、短披麻。这个腐皮皴呢，它也是大腐皮、小腐皮相结合，不是说你整幅一幅画啊都是大腐皮为主，也不是整幅画以小腐皮为主，它是相结合在一起的。比如前面的，你看啊，前面我们这一组山石是以大腐皮为主。哎，后面呢？你看到我们山峰的地方，是不是它是大腐皮、小腐皮相结合？哎，相结合的。你看这个侧面的小山石，哎，是以小腐皮为主，它就是相结合的。我们昨天画那个构图来说，它是披麻，是长披麻、短披麻相结合。我们今天是以腐皮皴，哎，大腐皮、小腐皮相结合的。所以我们每一幅构图啊，我们就是说画的时候，每一幅构图它结合的皴法都是不同，也是很丰富，哎，各种皴法都有。就是说你画这个构图或者今天学这一节课的时候，你掌握的这个皴法也是很多，也很不是单一的啊，不是单一的，就是画一种皴法，哎，都是各种皴法结合在一起，你就画的一个构图来说，你就掌握了很多这个皴法。哎，干了以后啊，干了以后，我们开始着色部分。可以啊，你画完了以后啊，画完墨稿以后，我们可以什么？哎，用手摸一下啊，它这个画面这个墨稿干了，哎，我们才去上色。比如说一摸这个墨稿还要潮湿一些，你就不要上色啊，先不要上色，等它一摸，它这墨色干透啊，干透了以后，我们去上色啊。上色之前也是啊，颜色、赭石、藤黄、花青，然后三绿三青，哎，还是这5种颜色。先上赭石，
哎，我们先上赭石，这个程序，这个顺序啊，大家记住于什么？哎，先上什么，后上什么？这个颜色，哎，它有规律，是吧？它是有规律的，我们要掌握它的规律，记住它的规律。哎，赭石，你看赭石，我用的不是单纯的赭石，你看啊，哎，不是单纯的赭石，是什么？稍加一点藤黄，哎，我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进去，调和一下，哎，稍调和一下，看，哎，稍加一点藤黄，调和一下，四肢整张的，我们现在画的也是四肢整张的啊，四肢整张的生宣，哎，稍加一点藤黄，调一下。上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先上什么？哎，先上山石的暗部去上赭石。哎，山石的暗部，暗部是什么地方？你看啊，村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村的地方，这是山石的暗部。先上前面近景的部分，哎，去上。看，加在村的地方，来一点。哎，先上赭石。哎，先上赭石。你看，我们上这个浅绛也好，上小青绿也好，是不是？它这个先后顺序都是什么？先上赭石，哎，先上赭石，然后再上别的颜色。浅绛来说啊，先上赭石，后上花青；小青绿来说也是先上赭石，后上什么？后上浅绿，再上三绿三青。它是这样一个顺序啊，着色的先后顺序。还有什么？上色的时候要记住，不要上的太重。哎，开始上色的时候一定要掌握，不要上的太重。哎，浅浅的、淡淡的上一点。哎，浅浅的、淡淡的上一点。这样说到后边，比如颜色不够啊，是不是？或者有想调整颜色的话，你要留出它这个调色的这个余地来，是吧？你不要说一下上的太过，你再调整就颜色没法调整。所以说开始上色的时候要注意，哎，浅浅的、薄薄的上一点。上的时候看随时可以调整，比如说今天它不够，是吧？哎，我们随时去调整。哎，看啊，第一遍，哎，浅绛赭石，哎，赭石的颜色上到山石的暗部，哎，中景的，你看也是啊，村的地方加一点，加一点。我们是调色的时候是边用边调颜色，不是一下说我用一个盘子调出来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边用边调，这样我们随时能掌握颜色的深浅，对不对？哎，随时能掌握颜色的深浅。你看，调好，调好颜色以后，我再去上后面的颜色。哎呀，根据什么呀？还有我们上颜色要根据它我们墨的浓淡去调节颜色的深浅。哎，颜色的深浅，你看啊，调的什么？调的赭石颜色啊，我现在用的是赭石颜色。赭石颜色，先上山石的暗部，哎，山石的暗部，哎，上到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有知道的啊，同学们有知道的可以告诉这个打在公屏上。我们现在调的颜色是赭石加的什么颜色？哎，同学有知道的啊？
可以告诉这个新同学，有的新同学可能没看到我开始调颜色的时候啊，加的什么颜色？有知道的吗？我们现在调到的，对，这是加藤黄。哎，现在我们上的颜色就是这是加的藤黄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哎，这是加了藤黄的颜色以后，你看是不是它比单纯的赭石要柔和？哎，要柔和。你看，哎，它要柔和。你要单纯的赭石，它有点什么？哎，有点火气，对不对？你看加了藤黄以后，哎，它的颜色就柔和很多。哎，柔和很多。藤黄啊，加的不要太多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就行。你看，山石的，哎，山石的暗部，对对对，后面的山啊，后面的山上颜色的时候要比前面的颜色加的清水要多，加清水多以后，是不是它颜色就会变淡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我们调色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一下调出来，我不一下把这个整幅这个赭石一下调出一大盘来，是不是？你这样你就没有颜色的深浅，你就控制不好。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边上颜色边去调，就为什么？为了我们随时能掌握颜色的深浅，哎，随时能掌握颜色的深浅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想让它开始上的时候想让它深一点，我们就少加清水。到后面，你看上后面的远山的时候，哎，就加清水，加清水以后颜色就什么？哎，就会变淡、变浅。哎，随着我们的墨的变化，颜色也有深浅的变化，也要有深浅的变化。就是墨重颜色深，是不是？哎，墨重颜色深。到后面了以后，你看到中景、远景，它的墨相对来说啊，就变浅了以后，我们颜色哎就是淡淡的去上，哎，变浅、变淡，哎，根据墨的这个浓淡去调节颜色的深浅。哎，上完赭石以后，下面我们亮部上颜色，亮部的颜色，来一点。亮部是花青啊，花青调藤黄，哎，来一点下去。我们现在调这个亮部的颜色。现在我们这个是对不断的加水，由深到浅。大家加的这个现在讲的啊，都是我们上色的，这都是这个怎么说呀？都上色的这个一般都不讲的啊。你看啊，藤黄、花青，对不对？花青，你看加藤黄，调一个浅绿色，调个浅绿色，哎，调成浅绿色。对对，一个是主要是啊，不是说在纸的这个的好坏是什么？哎，是我们调水的关键部分啊，还是调主要是颜色呀，我们着色也是水也关键，然后什么？哎，我们墨的运用也是关键什么？哎，再是一个我们用水的方面，你这调墨对不对？还是加水，它不会加别的，是吧？也不加别的什么这个材料，就是以水去和墨调和，产生不同的墨的不同的变化，对不对？要掌握水的这个运用。哎，浅绿是不是？哎，花青加藤黄调的浅绿，对，这就是每次讲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这个着色的这个重点，还有用墨的重点。哎，留白的地方是不是？哎，暗部上了赭石，亮部上这个浅绿色，
它的浅绿色，你看啊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上在山石的这个亮部，这也是打底色的部分啊，是不是？这打底色的部分，过来，看，这样去上，也是上色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上色的时候我也是啊，每次上色之前，先什么？先蘸清水，然后再上颜色，哎，然后再上颜色。它和调墨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哎，它是调墨的方法是这样：清水调墨，然后它的颜色笔尖颜色稍重，笔肚笔根的地方颜色稍浅。你看啊，它就会产生深浅不同的颜色变化。哎，不是分染的，是我们一笔画出来的。哎，你看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它同时产生深浅的颜色变化。哎，同时产生深浅的颜色变化，就是先蘸清水，哎，再加颜色，再蘸颜色。哎，先把底色打好，边画颜色里边也是啊，边画边加清水，到后面以后，颜色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淡，我们就上后面的颜色。这也是我们常讲的什么？哎，随类赋彩，哎，随类赋彩，还有什么呀？哎，色不挨墨，墨不挨色，所以说颜色不要覆盖住什么呀？墨线。哎，这个墨线是这个画的，哎，骨，对吧？墨是画面的肉，哎，这个骨一定要露出来，不要掩盖，是不是？哎，颜色淡淡的透过，把这墨的浓淡干湿，它的层次变化还要透出来，还要透出来。哎，这是底色部分啊。远山是不是？哎，到远山了，花青，淡淡的花青，上一点。你看我这个花青可不是说这个分染的，我们现在是用的生宣，不是熟宣，也不是半生是生宣。它怎么能产生这个深浅的颜色变化？就是我现在用笔的这种技法啊，你看啊，笔尖颜色深，哎，笔尖颜色深，然后笔肚和笔根的地方，哎，是清水淡颜色，它也能产生和我们这个手线分染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哎，是一样的啊。嗯，对，平案画一样啊，画平案是一样的。哎，下面啊，上完了颜色以后，哎，这是我们底色，哎，底色上完，我们开始上什么？哎，上这个第二遍颜色，小青绿的三绿三青的颜色。云的地方，哎，看啊，云的地方需要染云的地方，我是习惯啊，用这个打湿，用湿染云的方法，它这个好控制什么？好控制云的形状，然后分染过渡，比我们这个干染云的方法要这个方便，也好处理啊，也好处理。
哎，稍打湿一下，哎，稍打湿一下。打湿了以后啊，我们现在打湿以后，染匀的地方打湿以后，不要说湿着去染啊，要稍微晾一下，稍微晾一下，就是在它半干的时候，我们去染匀。哎，半干的时候去染匀，稍微湿一下，稍微湿一下。下面啊，调什么呀？调这个树叶的颜色，树叶的颜色。花青是不是还是花青啊？花青，这花青不能加藤黄了。对，我们染匀的时候先打湿一下，打湿一下，我们再染匀啊。湿染匀的方法比我们那个干染匀的方法好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一个是匀的颜色好处理，然后也好分染。后期的，比如说想加匀、加这个颜色呀，是吧？颜色匀的调整啊，对吧？它到湿的时候，它好染，然后又好处理。你干了以后，有时候的匀彩处理不好以后，它的形状处理不好以后，它的匀产生这种呆板，对吧？特别呆板。哎，上来一点，看啊，调的一个，对，哎，对，眼山的山尖稍微的深一点，稍微深一点，是调色的时候，我先蘸清水，蘸完清水以后，笔尖，哎，调一点颜色，侧过来去染到眼山，这样它很自然的产生一个就是和我们那个首先要分染的那种效果，分染的效果。哎，先调一个墨青色，墨青色是用什么？花青加淡墨调的颜色。哎，这个颜色，来看一下啊，花青，哎，花青加淡墨，对，染树，染树，你看啊，染树的时候，同样的笔法去染，是不是？哎，同样的笔法去染，下来，哎，树叶的地方染一下，哎，把这树叶的地方就用这个墨青色啊，墨青色去染，看淡淡的染一点，淡淡的染一点，它这个墨的那个对吧？墨的它深浅、浓淡变化，哎，还是能透过来，是不是？还是能透过来。我们现在这个画的山水来说啊，都是什么？以淡彩为主，就山水淡彩为主，就是不是说那种金碧山水啊，或者大青绿山水啊，对吧？整个把它这个墨颜色呀都覆盖的特别厚，上个7、8遍，特别厚，然后到后面我们再去去浮勾。哎，我们现在画都是淡彩的啊，水墨淡彩，哎，颜色很透亮。然后它这个墨线呀，哎，都能呈现出来，哎，都能呈现出来。看墨青，墨青色，染一下远处的小树丛，哎，染一下。嗯，还有什么地方？哎，水纹的地方，哎，水纹的地方，远山山脚，水纹也是用淡淡的这个墨青色，哎，淡淡的墨青色去勾一下，浮勾一下我们的水纹啊。哎，去复勾一下水纹，不用平涂，哎，复勾一下，沿着我们勾的这个水纹这个淡墨这个墨线，哎，复勾一下就行，哎，复勾一下，来一点，
哎，就用这个我们调的这个叶子的这个墨青色啊，浮勾一下，浮勾一下。哎，这还落了一点，哎，小土坡，是不是？哎，下巴小土坡，落了点颜色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小桥，看啊，小桥的地方赭石，这个赭石稍加一点什么呀？看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藤黄、赭石，稍加一点淡墨。看桥面，哎，来一点颜色，哎，赭石上一点，哎，桥面的时候颜色让它淡淡的来一点。这个人物的时候啊，他的衣服不用上颜色，留白啊，留白就行。房屋，房屋的时候也是啊，把这个房顶的地方也是啊，用淡赭石染一下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哎，淡淡的上一点赭石。哎，淡淡来一点赭石就行。人物的小脸儿，哎，颜色一定要淡啊！这个人物的这个脸部的颜色也是浅的赭石上一点就可以了啊。完了以后啊，第二遍颜色三绿，哎，上三绿的部分，调一点三绿。染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笔尖调的颜色稍微正一点，重一点，是不是？看这样去染，沿着这个结构线，是不是？哎，沿着结构线这样去分染。蘸了清水以后，我们调这个调色笔，蘸了清水，你看啊，这样去染。它下面这个赭石部分要留出来啊，要留出来，不要是整个把这个赭石部分去覆盖住啊，要留出一部分来。哎，来一点，看上色的时候，哎，注意它的颜色的过渡、深浅变化。第二遍三绿啊，三绿。给大家记不住的话啊，如果记不住我们第二遍上什么颜色，哎，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加深一下我们同学的记忆啊。有的同学或者新来的同学不知道老师上的第二遍颜色是什么，哎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啊。三绿，哎，打在公屏上，三绿，哎，来一点，你看，对，上的第二遍我们上的三绿啊。有知道的同学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哎，三绿颜色。三绿的颜色调的时候啊，大家记住，现在赭石已经染好了啊，我们已经打好底色了，下边上第二遍颜色。调三绿的时候，大家记住啊，这个颜色里边不要掺和别的颜色，这个笔呀要洗干净，哎，大家要洗干净，然后这个颜色一定要单纯一点，不要加别的颜色啊，就单纯的三绿。然后上色的时候，大家记住啊，笔尖调色，然后看啊，上色的时候
过来，你看它的颜色，靠近结构线的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到我们山石的接近暗部的时候，它靠近什么？靠近赭石的时候，它的颜色稍微浅一点，这是一笔染出来的。哎，一笔染出来的，你看啊，它有什么？一个颜色的深浅过渡，哎，有个颜色的深浅过渡。远山加清水，是不是？哎，远山加清水，颜色调淡一些。哎，我们画远山的颜色，哎，要比什么？要比近景的这块山石颜色要浅，是不是？要浅一点。有什么？有山顶的地方，还要记住啊，大家有山顶的地方向下去染。哎，有山的地方向下去染，你看，来一点，哎，来一点向下啊，向下，就是山顶的颜色得稍微重一点，得稍微重一点，越向下，它的颜色越浅，这是颜色的这个过渡，也是颜色的一个变化啊。看，过来，哎，来一点，是不是颜色相对来说啊，比我们前面的颜色，哎，要浅。哎，它的颜色是不是？哎，淡淡的上一点，能上一点。到后面的时候，看啊，后面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三绿可以上的面积稍微多一点，是吧？把这赭石可以覆盖一点，覆盖一点。哎，下来，是不是？它颜色你看啊，前面的颜色，前面这块大的山石颜色是不是稍微重一点？哎，看它颜色就是它这个颜色变化是，哎重，哎次越淡越淡，越来越淡，是不是？哎，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，随着墨的浓淡，它颜色有深浅的变化，这是我们注意上色的啊。有的同学就说啊，上色老师出来了以后，它为什么感觉这个颜色出来了以后，它没有变化，平？哎，这是关键的一点啊，就是你颜色上它没有分出近实远稀，颜色也是有深浅变化，随着墨的变化，它有深浅变化，它就把我们这个空间感，哎，能拉开，不是说单靠这个墨，颜色上我们也有变化，对不对？也有变化，哎，你看啊，哎，深浅的变化，然后下面啊，就是上完了颜色以后啊，下面我们上什么？上云的地方，上云的地方，云呢也是用什么呀？用这个花青，也要用到花青。哎，花青，我调一点花青，加什么呀？哎，加一点淡墨，和我们画什么画树、画叶子这个点树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。哎，稍加一点淡墨，看啊，也调成什么墨青色。哎，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淡墨，你看，然后这个颜色尤其加墨的时候，对，花青加淡墨，同学们有知道的可以也可以啊，扣在公屏上，花青加淡墨，哎，我们都就是加深一下我们的印象啊。有的同学就说，老师记不住，给我讲完以后又忘了，讲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再去，对吧？再去加深一下印象。尤其我们加淡墨的时候，大家记住呀，加淡墨了以后，
可以让它多调和一下，让这个墨和颜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你看，调好以后，用墨青色染匀的地方，侧锋，看啊，侧锋先染出云的大致形状。先染出云的大致形状。你看，侧锋过来，用笔要轻，颜色要淡。把云的这种大致形状我们染出来，是不是？染出云的大致形状。先把云的大致形状染出来以后，我们再做局部的小的调整。过来，是不是？这云的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云的形状，靠什么？靠我们这个墨青的颜色去把我们的白云，染出来。你看，这是云，你看是不是？中间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云的形状。过来，云这样走过来，衔接到上面的云，把它衔接在一起啊，衔接在一起。是不是？我们开始画的时候，云的颜色是不是要淡一点，不要太重啊？用笔呢要轻一点，侧锋，侧锋去画。过来，你看这样，我们这个近景的和中景的这个衔接是靠什么？靠这个树的和山石的结构衔接在一起。到后面呢和远山，你看靠什么？靠我们中间的云，把它衔接在一起，连成一个整体，连接成一个整体。局部的，你看啊，大致的云的形状，我们定好以后，定好以后再做什么？做这个局部的小调整，里边小的云的变化，你看，小的云的变化，云层的变化，稍丰富一下，稍丰富一下。染完以后，你看趁湿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打湿？打湿了以后，你染云的时候，很方便它的云的这种处理、深浅颜色啊变化，是不是比较好处理啊？过来，这是啊，中间靠什么？靠云把它这个中景、远景的山，我们把它衔接在一起，衔在一起。远山，笔尖是不是？笔尖调一点颜色，画颜色也是啊，加清水，笔尖调点颜色。看，他画的时候是不是染出了云？不是染出了远山，它就很自然的有深浅变化。很自然有深浅变化。局部稍加一点，看到近景的山石，稍来一点。染的时候加颜色也是哈，调颜色的时候啊，调整颜色也是，在笔尖调了颜色，加的时候加在山石的顶部，加在山石的顶部去加，你看就在这个山石的顶部，稍来一点，
哎，少了一点。哎，进出的小山石。哎，水中的小山石，我们用赭石啊，直接点一下就可以。你看，小的山石，哎，往那一点，这个山加土坡，小土坡的颜色也是啊，用3绿，哎，染一下，稍微染一下。哎，这是啊，你看染的时候，稍微的颜色可以深一点啊，因为现在画面相对来说比较湿，我们上的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它干了以后，哎，干了以后它颜色会变浅，是不是？哎，会变浅，这样就是说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颜色的效果。哎，不够的地方，你看，稍加一点，加的时候也是啊，加的时候有这个山顶的地方去加，别的地方不要再加啊，山顶地方加就可以。哎，我们右边，你看右边山峰稍微高一点，哎，右边山峰稍微高一点，左边留出空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啊提款的位置，我们大概的啊放一下这个位置，大概就这个位置啊，哎，这个位置就可以啊。提款的时候稍微的字儿可以小一点，但是位置就是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，哎，稍微小一点就行。大概的位置啊，这是我们提款的位置。开始画的时候，你构图的时候要想到哪个位置去提款，你开始要想到这个位置留出来。画的时候构图上要留出来就行。